速度、线条比较厉害。哎呦，漂亮！他是比妖刀魏睿下手还要残暴的中国抗日奇侠，摧枯拉朽的重拳就像装上追踪导弹般精准伤害爆炸。不管是日本拳王还是其他国家的世界冠军，遇见他只能被打得嗷嗷惨叫，哭爹喊娘。这位中国抗日猛将就是出生于辽宁锦州的王志伟。王志伟是中华百年难一遇的全能天才选手，不管是拳腿膝，他都融会贯通，施展的游刃有余。凶猛的拳腿配合上爆发力极高的顶膝，让他暴揍 KO 了10几位日本冠军。这也让中国拳迷粉丝评价他为中国现实版的抗日奇侠。本次来华挑战的老外就是日本冠军东本央贵，这家伙早在3年前就曾在中国擂台被妖刀魏睿狠狠收拾了一顿，赶回了日本老家。结果多年之后，东本央贵不怕死，还敢来中国捞金踢馆。那这次就让他看看日本克星王志伟下手有多么残暴。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王志伟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日本选手还敢出腿稿偷袭，王志伟人狠话不多，率先给对手来了一记下马威，让他长长记性。被命中裆部的东本央贵疼得龇牙咧嘴，跪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虽然根据比赛规则而言，王志伟这一脚属于严重犯规，但是让观众们看得着实解气。尽管裁判对王志伟口头警告，依旧难以平息暴走日本选手的决心。前东本央贵是跟一位很知名的叫伊泽波人是同团队的，是 Always 团队对联做的很足。然后呢，师兄弟呢互相平时对打就是以 KO 对手为目标，都是下手非常的狠的啊，在底下对打的时候就是以 KO 为目的，对，他馆里面的风格就是狠。两个共起身之后的东本央贵眼神愤怒，明显有点不服气，自己好歹是日本空手道冠军，怎能接受挨揍不肯还手的局面？于是举着拳头还要逼近王志伟内围拼拳换脚。不过王志伟出道10余年，可不单单是逞匹夫之勇获胜的，而是利用自己鬼魅般的身法来进行中远距离拉扯。一旦日本选手露出破绽，王志伟肯定会迅速上前争夺比分。上下两段的一个后扫力所以呢你不容易判断。刚才的后中扫非常重啊，是王志伟不能放松，还要紧张起来。对方拳跟这个腿都很重，双方现在其实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是并不是特别重啊。在裁判暂停的情况下，日本选手还敢推搡挑衅，这就是在践踏王志伟的比赛尊严。既然对手如此嚣张跋扈，给脸不要脸，那王志伟也没必要跟对手打满3回合。随即王志伟加强自身攻势来压制对手，不给喘息的机会，坚决要把抗日奇侠比赛精神发扬光大。那王志伟还有好几招转身边拳好的，打个迎击。这一击打得可准了。王志伟一个挑衅，你来呀，其实他的后拳已经在等好了，是打了这是一个陷阱。对方力量蛮大，对方力量蛮大，是他每天都在做那深蹲这些力量训练的。王志伟想打迎击，对方是做防反，两个人斗智。是。注意迎击顶膝迎击。对，这个顶膝，这王志伟的膝法好几种线路还会双飞膝，有时候是改变一下路线，跟改变一下高度，还有改变一下时机。其实对方的这个东本央贵频繁的猛打猛冲，试图用最快时间结束战斗。不过王志伟的鬼魅身法可不是吹出来的，灵活躲过对手的出拳出腿，还准备打出一系列的反击动作，还以颜色。并且对比双方的战术打法而言，还是王志伟的出招更有杀伤力，短时间内出拳就能打得对手慌忙逃窜，艰难防守。注意要玩他！好的！王志伟又给对方挖了个陷阱，是，你来呀！对，其实前半拳已经准备好了，这次王志伟打得非常聪明王志伟眼看东本央贵露出防守破绽，王志伟随即火力全开追击日本选手，一连串的组合拳精准无误命中对手头部。此时就算是块石头都要被王志伟打碎了，更别提东本央贵是血肉之躯。果不其然，日本选手东本央贵最终还是无法逃离被打晕擂台的结果。满分53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王志伟职业生涯最有争议的比赛，同时也是日本拳坛被骂得最狠的污点比赛。当然，这并不是代表王志伟实力不行，打不过对手，而是王志伟单枪匹马杀入日本东京，重拳衔接残暴顶膝 KO 了日本踢拳名将大泽文也。但是结局却被日本裁判判定日本选手获胜，这不仅严重的违背比赛精神，还是对中国选手的不尊重。好了，废话不多说，小编带大家回顾这场比赛闹剧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现场。第一回合开始，蓝色拳套就是中国抗日奇侠王志伟，红色拳套就是日本踢拳名将大泽文也。比赛刚开始，王志伟就对日本选手展开猛攻，一连串的组合拳吓得大泽文也慌忙后撤，不敢还手。毕竟王志偉可是暴揍日本選手最狠的中國人，稍不注意都有可能造成職業生涯最慘痛的挨揍經歷。センス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ローキック、足が流れた。そして飛び込んでくる。近藤海星選手はこの大沢文也についてはどんな印象を持っ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あんまりお話ししたことはなくて、でも試合は結構見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かっこいいですよ。なるほど。余裕があるというか、選手としてすごいかっこいいと思います。ここも余裕を見せていく。ローは効かないと首を振ります。掴みながらの攻撃。これはいけません。この体の頑丈なね、ワンジーウェイをどういう風に崩し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をまず注目してます。そうですね。中国選手みんな頑丈ですよね。大泽文也打出精准命中，还敢举手嘲讽。当然，这并不会影响到王志伟的比赛心态，相反，这还会坚定王志伟暴揍对手的决心。多次的拼拳换脚，看得出大泽文也是一位特别冲动的职业选手，每次出招都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发起进攻。王志伟也明白，想要尽快结束比赛，只能抓防守反击，只要機會合適，必定能夠打出成倍傷害。その日中対抗戦で憧れの浦部浩也を破ったジューシュアイとの対戦予定でした。そこから相手がジューシュアイが肋骨を練習中に骨折したということで欠場。対戦相手がワン・ジーウェイへと変わっています。やりづらさというのは必ずある中での大沢。しかし一度リングに上がったら結果で語ら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いや、福田さん、両者動き独特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なんか己が見えます。なんか強い芯がありそうですね、二人とも。この自分のファイトスタイルをこうやっていく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すよね。でもなんか二人ともこう攻撃来てもなんか全然大丈夫だよみたいな感じの余裕さがあって。ボディか崩れ落ちた、終わりだ。しかしこれ違います。タイムストップです。最终，日本评审判定今天的获胜者是日本选手大泽文也。然而，大泽文也以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看着现场镜头，一脸无奈，却只能坦然接受。这将成为大泽文也职业生涯最大的污点，永远无法抹去。不过，比赛结束之后，好脾气的王志伟也没有投诉闹事情，毕竟这可是日本人的地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只要中国观众记得比赛过程，那结果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大家认为王志伟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